喂，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回答你什么问题？你说他有没有病啊？对，有病。不对，怎么可能有这种病啊？闻所未闻呢。好，没病。那没病怎么可能会这么反常呢？大哥，你到底要不要让我吃饭呢？我要这个猪排。你们两个都几岁了？吃饭就吃饭，还在玩呢啊？对了，几岁了？吃饭就吃饭了，你还玩？人家有没有病关你屁事？那么关心干嘛？他是我的合伙人，关心他健康有错吗？哎，你们是死对头哎，日久生情哦。想象力丰富也是有逻辑的。你看他从头到脚连根毛都不是我的理想型，瞎了才会看上他。更何况我说过了，我再也不会谈恋爱，不是吗？没事啊，我去倒点水给你啊。你真的不打算结婚啊？我有这么说吗？你听错啦。你爸爸只有你一个儿子，你要他绝子绝孙啊？你怎么跟他交代？阿弟啊，那个八宝鸭好像好嘞，味道闻到了。哎呦，我忘了，我放在微波炉弄热。没什么。哎呦，小心烫啊！都是你害我说错话。什么都是我，明明就是你啦！被你师傅女儿迷得神魂颠倒，还都是我。绝对不可能！我留在真正是目标明确的，那就是当保姆拿遗产，绝对不会以身相许。心里才怪。我就证明给你看，如果你输的话，这辈子的八宝鸭都由你来赞助。宋一香，需要帮忙吗？不用啦，要好啦。哎，这位小姐，你的脸永远这么僵的吗？经常也这样出现的？我常咬人的，要不要 try 一下？哦，好啊，来，try 它。你闭嘴啊！不是说很快的吗？很快啦，等一下嘛。你别看他嘴巴这么贱啊，人称电脑小神童、网络黑客高手啊，有他在啊，这些相亲网的爱情骗子啊，肯定会被调出来的。不是黑客，是骇客。哦，不对，应该是白客。哦，哎，要不是为了帮你查案，我才不会随便侵入人家的网站的。哦，是啊，哦，吵死人，又热死了。开 con，嗨，请开启冷气。抢什么抢？现在是高科技，用声控开冷气的。避免有一些冤家路窄的人亲密接触，减少尴尬啊。厉害了，厉害了！我渴了，冰箱有什么东西喝？除了啤酒，什么都有，你可以健康一点吗？很健康了。啊 ，OK， 我放这里，我不碰你，自己拿。明知道有人来，你不可以收拾一下你站岗吗？不好意思啊，宅男家平时是不招待女客人的。好了没有？好了，来看一下。那么多人相亲，这些都是骗子啊！这个网站说隐秘又不隐秘，我觉得半真半假吧。哎，你们刚说那个受骗的老婆婆是通过别人介绍来看这个相亲网的？曾婆婆，你不用担心，现在的相亲网啊很方便了。对呀，上网聊聊而已，适合才约出来见面。叫宝慧自己弄，她一定推三推四。要不然你去相亲网找个顺眼的，再告诉宝慧。我不会用电脑，哎呀，很简单而已，我们教你。好吧。
起初大家都不以为意，觉得只是看看而已。谁知道老婆婆竟然这么倒霉，这么多人偏偏挑中了骗子。斯文、高学历，陈太太，你来挑一个。这个我觉得宝慧会喜欢，好看。真好。元帅，谁会改这种名字？一看就懂是假的。来看一下个人资料。哇，宪华大学名校哎，这样的履历啊，10之8九是假的啊。宝慧的妈妈没有读过书，这种骗子最喜欢找那些知识少的人来骗。毕业名单，你看，果然呐、学历作假，名字作假，身份作假。老婆婆急着找女婿，以为在网上找到宝。这是什么？我刚把他的照片放进人脸搜索的资料库，随便一搜，你看，假的账号7、8个。可怜宝慧的妈妈，省吃俭用一辈子，她的积蓄就这样被骗光了。哦，关掉啊！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是不小心害进他的聊天室，我怎么知道他那么变态啊？你说老婆婆被骗钱也就算了，这些被骗拍裸照的才可怜吧？斯文败类，敢用真实面目见人，为什么没有受害者举报他？有点不寻常哎。不会不寻常，很多人以为可以破财消灾，但事实上呢，这样的勒索案不报警的人比报警的多，所以一点不稀奇。我听说查 IP 地址可以查到连线位置。你是黑客，查一下他的连线位置，我们报警抓他。我不要，干嘛要报警抓他？我是非法骇入他的聊天室，你报警抓他，那我不是要陪他去坐牢？不要。这个人这么嚣张，来历肯定不简单，说不定啊，已经想好101种逃脱的方式，还等你们来抓。但怎么办？骗子呢，通常会隐藏他们的 IP， 或者改变他们的 IP，所以没有那么容易被抓。但是我刚查了元帅，还有其他的几个人，哇，一样的手法，一样的套路，甚至连聊天的开场白都是一样的。重点来啦，其中有几个人的 IP 地址是重复的。依我所见呢，这个是有组织性的犯罪，而并非个人。那你是说他有同党？我猜的。先探探他的底细吧。为什么我们要留言？不是我们，是你。我？什么啊？啊？喂，为什么你有我的 account？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他是黑客高手啊，哎，不是黑客，是白客，白木耳、白萝卜啊，白豆腐啊，白痴，你白痴，你在。快点啊！安迪啊，你在哪里呀？都几点了？快迟到了。都说来这了，催什么催？你什么表情？我特地跟我姑姑借的，不好看吗？你不要跟我说你迟到是因为做戏要做全套，今天的主题是爱情骗子。人家是骗财啊，你让人家顺便骗色是吗？喂，宝慧的妈妈都没有穿成这个样子，都被看中了。如果你今天失败，就是把骗子给吓走了。你够了，昂哥。不会想太多啦。如果是舍友的话，我会怕你上阵嘛。我不要玩了，我走。好，不玩就不玩，敬业敬业。跟陌生男人约会，我本来就会紧张，你还笑，那么厉害，不要催我出去了。如果元帅骗婚的目标呢是男人，我还要劳烦你。啊，给我比干嘛？副眼镜。啊？副眼镜啊。
摄像眼镜。哦，不行啊，我近视700度，换了眼镜我看不到。你不是怕男人吗？朦朦胧胧的，这样子不是更好吗？那么麻烦。我记得那个相亲网站有女的，我们找一个女骗子换你上。你干嘛？目标出现了。哎，我告诉你啊，能不能当一个大侦探呢，就看你今天的表现了。还你。你很喜欢气球吧？我第一次相亲有点紧张，这个可以帮我解压。等我发功，你等着原形毕露吧。你没有谈过恋爱吗？不可以吗？关你什么事？可以。只是你平时都是这样子看人的吗？所以你刚刚一进来的时候就一直盯着我看，算是对我有好感。我觉得你很特别。讨人厌。怎么不吃啊？食物不合你胃口吗？哦，我只能专注做一样事情。我是卧底，不是来陪你吃饭的。专注做什么？不是跟我一起吃饭吗？吃饭不是重点，我目标明确，我是来相亲的。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很可爱？够了，郭月心，别再回答他问题了，赶快发功，摸他的手，赶快啊！你这个死骗！我是说，我要吃 spinach， 你不要给我这些，我要吃 spinach。稳住啊，稳住啊，别慌，随便说什么都行，没有话题。你就套他的话，问他老巢在哪里。套你的话，老巢在哪里？你的用词还挺有创意的。你平时说话都是这样子的吗？我这不给听嘛。你呢？西哥，赶快打圆场吧，问他一些问题，问他有什么嗜好，随便聊什么都行啊，赶快。你的真实姓名是什么？你为什么要相亲？你还要跟谁相亲？你的嗜好是什么？你喜欢摄影吗？拍裸照还是拍 pretty girls？你随便说几个给我听听。你说。真的很可爱。太笨了吧！这次任务还不算失败，那个元帅已经安排约下次见面了，我也不算搞砸，对吗？我佩服你啊，五体投地，这么简单的任务都可以被你演成一场闹剧。我在现场啊，一边监听，一边替你捏把冷汗。
你要当侦探被人灭口一点都不稀奇，难怪师傅要我来帮你。是我看到元帅是有点激动，可是我已经尽力了，我又不是演戏的料。你激动，我一点都看不出来。你比较像是说话不经过大脑。我跟陌生男人约会，我本来就会紧张，我已经尽量催眠自己要有自信了。刚才我一直盯着他的眼睛看，你没有注意到啊？是，我这次的表现不是很好，可是我已经努力了，也不至于一无是处。你说话也太刻薄了吧？怎么了？装可怜啊？没有用的，我同情你，骗子是不会这么做的。安全起见，你还是不要去找那元帅了。以你的能力呢，肯定会打草惊蛇，知道吗？什么意思？你是叫我放弃这个案子啊？对，以你的能力也勉强了，任务取消，是我去送餐了。第一次做不好，第二次可以进步的吗？所以第一次就可以成功完成任务？我又不是天才。你不要天真了，侦探的工作不像在便利店卖东西，犯错就等于搞砸，明白吗？那个元帅都已经安排约下次见面了，你现在要我打退堂鼓？你怕丢脸吗？我还以为你今天已经把脸丢光了，不是吗？如果你想打击我，你成功了。可是我跟你说，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除了给自己一个交代，我要给宝慧一个交代。你不想做就算了，我自己破案，去送你的餐吧。哎，元帅，我到了。可是你现在我的地址是酒店，你确定要在酒店见面吗？啊？你临时有事？我刚刚跟客户开完会，现在跟秘书在谈点工作。你秘书也在？哎，不如你先上来房间等我，我再带你去吃晚餐。房卡在 reception， 几号房？哦，好吧，好吧，待会儿见。嗯。手套戴了，录音笔带了，针孔摄像眼镜戴了。OK 了。Let's go。哎，这么巧，哎，是你呀！那天要去录口供，没跟你聊到什么，那件事没让你留下阴影吧？啊，我还好啦。你怎么会在这里？哦，我住附近，经常来这区活动。哦，哎，不好意思啊，我有东西要做，我去忙我的了。去忙你的，拜拜。Hello， 我叫顾月欣，有一位元帅留了房卡给我。啊，哦好，有的。谢谢。Andrea， 副总，什么事啊？刚才那位小姐的。我认识她，交给我吧。又没有 logo。约在酒店，这个笨蛋，不会真的去了吧？
什么事啊？你现在在哪里啊？我在哪里？需要跟你汇报吗？你是不是在金屋精品酒店啊？你怎么知道我在酒店？但元帅不是好人，你没有经验，单独去行动很危险的。现在马上回来。我跟你说了，我是不会放弃的。你现在什么都不要做，等我去接应你。我不需要你接应，我自己可以处理，我又不是笨蛋。喂，你才是笨蛋。Hello， 你的秘书呢？你不是说他在这里的吗？我让他回去拿文件，他刚走啊。哦，喝酒吗？我不喝酒的。吃巧克力，女生最喜欢吃甜的。我最讨厌吃甜的。啊，你不用管我，去忙你的，我坐在这里就行了。好，我上下洗手间，那你自便。卡放这里了。你在找什么？哦，没什么，我随便看看。你是不是想要趁我在洗手间的时候，就把这个针孔摄影机装在我房间里面？我没有啊，我没有。所以现在网上流传相亲网有爱情骗子，原来是真的。你就是那位爱情骗子是吗？我不是什么爱情骗子。不然呢？你刚刚在我房间里在翻什么？我走了，走开。我也觉得奇怪嘛。你第一次跟我见面就问我的背景，还有我的来历，原来你早就设好局想要骗我了是吗？你看看你都带了什么来约会啊？录音笔、手套、望远镜，你到底有什么情况？算一算时间，顾叶信应该遇到麻烦了，我们应该可以上去。这次回来新加坡，我打算弄一点动静，给本地黝黑背景浇点热水。我已经查过了，新加坡没几个是我们的对手，算有点头脑的，就是经济操控安网的台哥泰，搞爱情诈骗案的那帮人。那去安排一下，这个局抓老手。好，我会把他们的人引来我们的地方，方便下手。是你约我来酒店的，有企图，也是你有企图啊！是我约你来酒店没有错，但是你在我房间里装针孔摄影机，你到底想要拍什么？你是不是想要拍我的裸照，然后威胁我？摄影机本来就在这里的。
你说是已经不是你装的，你认为有谁会相信吗？你不要碰我！我当然不会碰你，我还怕你诬陷我呢。哎，偷东西的是你耶，我都没有说我要报警处理啊。他见过你的脸。你先撤吧。等戏演的高潮，我才进去。其实你也挺精灵啊，我给你的酒你一滴不碰，然后加料巧克力你也不吃。但是你应该没有想到，我在洗手间里那么久，就是要让你慢慢的享受加湿器里的妙，对吧？啊，还有啊，我的手帕有解药。姑姑，救我！爸！私家侦探，我还是第一次帮私家侦探拍裸照。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拍得美美的。你还是给我乖乖的配合啊！如果生气的话，就不是拍裸照那么简单了。碰我！哎，喂！你过来！Hello security， 按照要lock down 整个酒店，留意穿黑衣白裤的男子，不要让他离开酒店。还有，马上报警。怎么不接电话呀？Stay away 啊！韩总啊，真是谢谢你了，还好是在你酒店，要不然我看他早就出事了。姑姑，不要再说了。他怎么样了？吸入迷药而已，压力过了就恢复了。嫌疑犯那里啊？什么情况？我们肯定会起诉的。我们在酒店里搜到好几部的针孔摄影机，在他电脑也找到一些受害者的裸照，坐实他就是网络骗子。警方现在在查他背后的诈骗集团还有余党。如果有需要，我们酒店会配合警方调查。谢谢。侦探室也是找到一些诈骗案的资料，等一下会发给你。没问题。最好能够把这些坏人呢快点一网打尽，别让这个傻瓜白白受委屈。还有你啊，我哥不是让你好好的照顾月心吗？你怎么可以让他一个人去酒店？对不起啊。姑姑，我很累了，我要回家。哦，好好好，我叫车送你们回去吧。我有车，我可以送你们回去。我家就在前面。
顾月星啊，我不小心买了多一份早餐，我不想要浪费，所以带来给你吃的。喂，顾月星。 地扫啦，花瓶换水啦，早餐买多啦。你打算几点回来上班呢？不上线，没看简讯，想怎样？月星没回侦探社，也没看信息，他在家吗？ 喂，春天姐啊。哦，不是担心啦，只不过平时这个时间他已经来了嘛，但现在还没有来，所以就问。什么？生病了？好好，那不打扰了。嗯，拜拜。生病了，要不要去看他？ 他还在睡呢。哦，没事，不要吵醒他，我是来看看你啊。我其实问过医生，这迷药没有那么厉害，至少不至于让他昏昏沉沉睡上几天。我想啊，他应该是心病。心病？嗯，他可能想起了以前小时候发生的事情。他小时候发生什么事啊？我嫂嫂她过世的早。 月星呢又跟他爸不亲，所以他的童年过得非常孤独。我记得他小时候啊都不喜欢去学校的，因为他会经常被老师指责爱撒谎。后来他参加了一个画画班，他投诉老师骚扰他，也闹过一场风波。他小时候被骚扰过。月星妈妈过世之后，他就经常爱撒谎。画画班证实是他诬赖老师的，到了后来。 月星也就不愿意去上画画课了。那当时师傅怎么说啊？我一直认为你师傅跟月星啊，其实关系之所以这么差，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月星一直怪他爸当年发生这件事情没有站在他那边。当年月星这么生气，会不会是有隐情啊？能有什么隐情啊？孩子就是希望说自己的父母能够护着自己，为自己说话呀。就算是他撒谎，当着这么多人面前被揭穿，他也是感觉到有羞耻感的。他们父女俩30多年了都没有好好的说过一句话，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先看你东西再走吧。嗯。 你多少天没有洗脚了？我每天都有洗脚，我只没有洗澡而已。做好啊！这我家啊，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啊。我问你啊，什么情况下你会请假1周不上班啊？偷懒的情况下。我认真的。病得快死了，或者活腻的情况下，公司要炒你鱿鱼了。 那如果你衣服被扒光拍照，你会留下阴影，不敢见人吗？如果你担心月薪，你就去他家给他拥抱，不要来我家闻我的臭脚，好吗？谁要闻你的臭脚啊？我知道，但人家不知道啊。知道个屁呀！你想关心又不敢去关心，你才是个屁呀！我不是不敢，只是不至于要关心这么严重嘛。死要脸就死要脸，还狡辩。你不要你不要瞪我哦，我只是实话实说。 我是之前说话重了一点，现在突然要去安慰人家，我觉得有点做作啊。
你绝对有点做作。你在这里跟我浪费大半天，你就不觉得做作？我买的。OK， 你就只会欺负弱小。你弱小。哦，我不弱小，那人家月薪是弱小吧？她一个女孩子被扒衣服被侵犯，你过去认错道歉安慰一下怎么了？一个男人应该有的风度吧？更何况你师父临终托孤要你照顾好她，你没有照顾她，像分财产。哎，你说句对不起啊，已经是便宜你了。哎，终于回来上班了。嗯。我又不小心多买一份了，给你。我吃不下。警方已经捣破网络诈骗集团，抓了一些人，还有宝慧昨天呢也来结账了，恭喜你。我知道，我看了新闻了。以前我在警队，每次破了一个案子呢，我们都会召开检讨会，从错误中学习改进。那这个案子算是你独立完成的第一个案子，个人觉得很有讨论的价值，还有值得各方面去检讨。所以啊，我想要借这个机会跟你说一声，对，是我的错，我不听劝告，擅自行动，跑到酒店，被人扒衣服，被人摸，是我活该。对不起，是我不自量力。喂，我没有叫你道歉啊。你要开检讨会议，就是要我反省，对吗？我一无是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是猪队友，我没脑袋，笨得要死，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你就是要听到我说这些，不是吗？你是不是误会了？是我误会了，我以为只要努力，多难的事情都可以克服。我已经尽力了，可是还是不可以。我怕男人而已吗？勇敢一点就好了。可是当你害怕一样事情，你遇到他只会更倒霉。为什么偏偏是我？一次又一次遇到这种事情，一次又一次成为笑话。喂，我不是故意挖苦你的啊。你刚才说一次又一次，除了元帅，你还遇过？对不起，我忘了不能碰你。喂。喂，不要哭啦，又不是小孩了，几十岁的安迪在这里哭，被人家看见很丢脸的。好好好，我发誓，我以后不会再碰你了，也不会跟你说那些难听的话 ，OK？ 别哭啦，我本来要跟你道歉的，连食物都买了，不是吗？我真的没骗你。我不需要你道歉，我有多无能，我也不会推卸责任。
啊。有件事我要澄清啊，我真的没有觉得你活该啊。我反省过了，这件事是我处理的不恰当，当时是我叫你去当卧底的，我应该在现场。如果我陪着你，你也不至于要受委屈了。我跟你一样，也不是那种会推卸责任的人。你说的对，没有新人不犯错的。你没有经验，敢一个人去酒店找元帅，算很勇敢啊。虽然我不赞成这样的做法，但我觉得你很棒，我很佩服你。我之前对你太严格了，才会说那些狠话。sorry 啦，啊。好了啦，不要像苍蝇一样在我旁边碎碎念。我给你差评，扣你3天薪水了。又扣薪水啊？你什么都没有做，不扣薪水加薪咩？好了，扣就扣，好过看一个安迪在这里哭。死人饭熟糕。啊，我们和好了啊。我问你啊，你刚才说一次又一次，什么意思啊？春天姐告诉我，你小时候撒谎说有老师骚扰你，是真的吗？我撒谎？说不是撒谎？那也不可能啊！如果你没有撒谎，师傅不可能什么都不做的。身为警察，不可能会草率处理这种事啊。是啊，因为他是一个很称职的警察，所以没有心思管女儿的事情。喂，会不会是？好了，不要说了，我很不舒服啊。记得锁门，我先回家。嗯。喂。老师，顾月星偷拿我的食物，我没有偷，是我妈妈做给我的午餐。你骗人！你妈妈已经出车祸死了。张卫不可以这样。我妈妈没有吃，是我妈妈做给我的午餐，是我妈妈给我的，是顾月星撒谎。小朋友，你在画什么？今天你用的颜色好特别啊！你有把我们的秘密告诉你爸爸吗？小朋友都喜欢撒谎的，你觉得你爸爸相信你多，还是会相信老师的话？我没有撒谎。不会有人相信你的话的。